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一年赚的钱比你一辈子见过的还要多，而你可能还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？我最近认识了一位年收入过亿的大哥，他只用了2句话，就让我彻底明白，我和千万年薪的距离其实就差一个脑袋的转弯。今天我要把这个秘密分享给你。这位大哥告诉我，当你搞懂了以下2句话的含义，你离财富自由就不远了。第一句话是，体力换钱就要老实干，脑力赚钱的灵活点，资金生财要狠下心，资源变现需圆滑些，用人赚钱得豁得出去。我还在琢磨这话的意思时，他紧接着抛出了第2句，也就是富人思维的核心，普通人手里攒够10分资源才敢干10分的事，而富人恰恰相反，他们先定下目标，再去找资源匹配。他说，只要你有了这种思维，几乎没有干不成的事。没人就去找人，钱不够就去借钱，甚至敌人也能拉来合作，对手也能变成双赢。这2句话就像在我脑子里点了一把火，我开始疯狂思考，我和富人到底差在哪里？大哥看我一脸迷雾，又耐心地给我掰开了讲。他告诉我，富人最牛的地方在于，他们特别擅长把一个大目标拆成无数个小步骤。比如，你想赚1个亿，普通人可能会觉得这太遥远了，直接放弃。可富人会把这个亿拆成10个1000万，每个1000万再拆成10个100万，100万再拆成10个10万，拆到最后，每个小目标都简单到你觉得这我也能做到。然后他们会为每个小步骤找到对应的资源，没有人脉就去结交，缺资金就去融资，甚至连对手的资源都能借来用。你看，这种思维下，他们的执行力简直像开了挂一样，目标再大也能轻松落地。我还沉浸在这套逻辑里，大哥又淡淡地补了一句，普通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，其实不在钱多钱少，而在行动力。普通人永远在准备，你找他们合作，他们会说，哎呀，我人脉还不够，钱也不够，时机还不成熟。在他们眼里，得把所有条件都准备齐全，才能迈出第一步。可富人呢？他们压根不等条件齐全，他们一直在行动。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富人就像战场上的将军，永远在实战中解决问题，组织资源。你说，一个只会在脑子里空想的人，怎么可能斗得过天天真刀真枪干的人呢？大哥说，这种思维跟现在有没有钱没太大关系，只要你开始用这种方式思考，早晚都能翻身。听到这儿，我忍不住问，那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？大哥笑了笑，说了一句让我醍醐灌顶的话，钱不是一辈子慢慢攒出来的，而是抓住机会，在2-3年内赚到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数。他说，如果你觉得现在是你最能赚钱的时候，千万别停下来休息，因为下一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不知道要等多少年，甚至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。这一句话让我背后一凉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？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，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。他接着说，时间才是最贵的成本。能花钱请人去学的东西，千万别自己瞎琢磨；能花钱解决的问题，绝不要亲手去搞定自己不擅长的事。自己钻牛角尖去解决不擅长的问题，那不是聪明，是蠢到家了。你看那些创业赚钱的大佬，谁是全才呀？他们都是靠团队、靠资源、靠杠杆，而不是什么都自己扛。大哥还提醒我，圈子特别重要。他说，不要跟频率不一样的人混在一起。如果你下不了狠心跟现在的圈子切割，你就会被他们拖着走。假设你现在过得不好，那就必须跳出去，只往上看，只盯着比你牛的人。记住，千万别低头或者平视，因为那会让你满足现状，甚至退步。他笑着说，这么干不仅能让你远离颈椎病，还能让你正视差距，逼着自己往前冲。我点点头，他又抛出了一句更狠的，永远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你。他说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看不起你，故意打压你，甚至嫉妒你，攻击你。这些人巴不得你过得不好，可你要是太在乎他们的看法，你就输了。
圣人王阳明早就说过，控制情绪只有一个办法，别把情绪当回事。你越在意别人怎么说，你就越会被困在自己的内心。记住，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小事，连划痕都算不上。人性最阴暗的一面，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。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，所以干脆别理他们，活自己的。说到这儿，大哥突然问我，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吗？我愣了一下，他接着说，永远别自卑，也别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一个人有多少钱跟你没关系。很多人喜欢崇拜那些装腔作势的家伙，可那些人往往只是空壳子。真正有实力的人，你得看他们的圈子。如果一个人交往的全是顶级人物，十有八九他不简单。可如果一个人只有光鲜的外表、名牌衣服、豪车，那多半是装的，兜里可能比脸还干净。你没必要自卑，你就是你自己，独一无二。我还在消化这些话，他又抛出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问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他说，时间是有限的，那些让你不爽的事，通常也就几秒钟，可这几秒却能毁你一整天的心情，你觉得值吗？你还记得2013年7月5号晚上7点半自己在干嘛吗？2019年3月26号下午5点呢？估计早就忘了吧。那些让你生气的小事，过几年你连影子都想不起来。所以别让这些破事耗你的精神。等你老了，回过头看，只会后悔年轻时没多干点什么，而不是后悔干了什么。及时行乐，让自己开心点，活着才有意思。乐观是什么？就是看透生活的本质，哪怕你烦某个人，也依然热爱生活。开心不开心，一天也就24小时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？好了，前面我们聊了富人是怎么用行动力和目标拆解把普通人甩在身后的，现在我们换个角度，谈谈心态和格局。因为光有方法没用，心态崩了，你还是干不成大事。那位年入过亿的大哥跟我说，别在意别人对你怎么看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可真正做到的人10个里没1个。他说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看你不顺眼，故意踩你两脚，甚至巴不得你过得惨兮兮。这些人可能是你身边的熟人，也可能是路边随便蹦出来的键盘侠。他们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人性深处藏着个小恶魔，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。你要是太把他们的看法当回事，那就等于给自己套了个枷锁，动都动不了。王阳明早就点透了这一点，想管住自己的情绪，只有一个招，别把情绪太当回事。你越在乎别人嘴里的酸话，越会被自己的内心困住。想想看，除了生死，什么是真值得你揪心揪肺？被骂一句，被误解一次，顶多算个小磕碰，连伤口都算不上。可你要是放不下来，那就输得彻彻底底。大哥说，记住，人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，别浪费时间讨好那些无关紧要的人。你的精力得留给自己的目标。我听完这话，心里一震，想起以前被人冷嘲热讽的时候，总会气得睡不着觉。可现在想想，那些人说过什么，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，别让别人的噪音毁了你的节奏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那些攻击你、嫉妒你的人，其实是在用他们的失败衬托你的潜力。你越在意他们，他们越得意；你越不在乎，他们越抓瞎。你说这笔账划不划算？他接着说，乐观不是傻乎乎的乐，而是看透生活的本质。你可能烦透了某个人，可你还是得热爱生活。生活本来就一堆麻烦，开心不开心，一天也就24小时，干嘛跟自己过不去？我听了直点头，心想着大哥不光会赚钱，还真会活。
接下来他话锋一转，开始聊生意经。他说做生意得有眼光，下手得果断。他给我讲了个故事，说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和比尔盖茨都特别喜欢看相扑，不是因为爱好，而是喜欢那种一方把另一方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。他们说过，我不喜欢输，我喜欢赢。你看那些商业大佬，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跟对手和平共处，而是把对手彻底打趴下。他们不会管你有多难，不会听你的苦衷，他们只想赢，哪怕手段硬点、狠点也在所不惜。你可以用道德去批评他们，可他们心里门清，商场就是战场，规则就是赢者通吃。他举了个例子，假设你和对手抢100个客户，谁手段高明，谁产品好，谁就拿得多。谁磨叽，谁没资本，谁就得滚蛋。这就是现实，没人会跟你讲情面。我问他，那怎么才能在这场硬仗里活下来？他说，首先得有眼光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比如香港有家报社，老板第一期报纸就报了个大料，某富豪家小孩在美国考试挂科，还把证据登出来了。这事儿一出，报纸卖疯了，可也得罪了同行，其他报社联合起来抵制。可这老板不怕，读者爱看什么，他就敢写什么。结果呢？不到1个月，4家对手倒闭，他直接带着报社上市。你看，商业里打击对手就得快准狠，拖泥带水只会把自己拖死。我听完有点震撼，问，那是不是得变得无情点？他点点头，说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他讲了个历史故事，说吴王夫差当年心软，放了越王勾践一马，结果呢？勾践卧薪尝胆，卷土重来，把吴国灭了不说，还让夫差身败名裂。你以为夫差求饶时，勾践会心软？不可能。你的对手也不会跟你讲双赢，他们只会用甜言蜜语哄你放松警惕，最后自己独吞蛋糕。所以那些顶级商人从来都是全力出击，把对手打得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他接着讲了个狼和羊的故事，说有只狼在河边喝水，看到下游有只羊也在喝。狼吼了一嗓子，说要吃羊，理由是羊弄脏了他的水。羊反驳，我在下游，怎么可能弄脏你的水？狼冷笑，那是你祖先弄脏的，你得负责。说完就把羊吃了。他说，别同情羊，也别为羊鸣不平，因为羊没资格讲道理。在这个世界，赢家说了算，弱者只能被吃。你想活下来，就得做狼，别做羊。爱一个人，不是光关心他，还得有点狠劲儿。比如母鸡孵出小鸡后，会赶走它们，甚至啄它们，就是为了逼它们学会生存。社会也一样，你不做狼，哪怕现在有点小幸福，早晚也会被别的狼抢走。大自然就是这么残酷又美丽，留下强者，淘汰弱者。我听完这话，心里五味杂陈，问他，那普通人怎么才能变成狼？他说，先得有狼的眼光和胆子，别老想着安全第一，机会来了就得扑上去。他给我讲了个经济学家的话，经济好的时候你没发财，现在经济不好，你还指望发家，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？他说，现在这世道，保住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少吃油腻的，多走走路，别熬夜，身体垮了，什么都白搭。上一段我们聊到，做狼还是做羊，关键得有眼光和胆子。可这世道，光有胆子还不够，得学会避坑。那位年入过亿的大哥接下来跟我聊了点更现实的东西。他说，现在这时代，信息跑得比风还快，几乎没什么捡漏的机会了。那些看起来特容易赚钱的项目，比如投资几十块，日赚上千之类，多半是陷阱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普通人本来翻身的机会就少，一不小心踩进坑里，可能连翻盘的本钱都没了。大哥说，投资这事儿得谨慎，别听风就是雨。机会是有的，但得自己去摸索，别指望别人把金子送到你嘴边。
就像打牌，别人给你发一手烂牌，你还得靠自己打出王炸来。我问他，那怎么判断什么是真机会，什么是坑？他笑笑说，看回报和风险的比例。如果回报高的离谱，风险肯定也大得吓人。别贪，贪心的人最后兜里什么也剩不下。接着他又聊了个更狠的话题，担保。他说，千万别随便给人做担保，因为你根本管不住风险。他给我讲了个真事儿，说他有个朋友的爸给自己最好的哥们儿担保了一笔贷款，结果那哥们儿生意崩了，人跑得没影，债全砸到他爸头上。家里房子卖了，开了20多年的小店也关了，最后还欠一屁股债。夫妻俩只能跑去广东打工，硬生生把日子过成了苦情剧。这故事听得我直冒冷汗。他说，你以为这是帮朋友？错了，这是拿自己的命去赌别人的信用。风险不在你手里，你就别碰，碰了就是给自己挖坟。我点点头，心想这教训太惨了。大哥看我表情严肃，又缓和了语气，说，不过也别太焦虑，日子还得过，心态得摆正。他说，多跟比你强的人混，少跟平级的人磨叽。跟牛人聊聊天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界都不一样了。可要是老跟负能量的人凑一块，天天听他们抱怨工资低，老板黑，你迟早被拖进坑里。他还提醒我关注自己的感受，别老盯着别人的脸色，保持好心态，人看着年轻，精神头足，连病都少得点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可想想我身边那些天天熬夜 emo 的朋友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他接着说，经济不好时，情绪管理尤其重要。市场一波动，好多人就慌了，从紧张到焦虑，再到冲动做傻事，最后把自己搞得更惨。他说，面对乱七八糟的变化，得稳住，别瞎说话。祸从口出，这句话一点不假。少嚼舌根，别管闲事，把自己管好就行。跟人吵架没必要，该忍就忍点。忍不是怂，是为了让自己有余地应对更大的风浪。我问他，那怎么稳住情绪啊？他说，想开点，什么事过几天就淡了。吵架生气能改变什么？什么也改不了，还浪费时间。说到这儿，他又回到那个狼和羊的比喻。他说，弱者总活在自己的幻想里，以为自己老实就能过得好。他给我讲了个朋友的故事，是个女的，刚找了份工作，老实巴交，结果老被同事欺负，干了几个月，实在受不了，想辞职。他劝她说，你要是只羊，换哪家公司都一样，总会被狼吃掉，甚至被狐狸耍得团团转。他说，现实就是这样，你不改变自己的定位，受害者的身份就甩不掉，去哪都一样，总有施害者等着你。我问，那他怎么办？他说，两条路，要么当羊等着被吃，要么学着做狼。他说，想不被欺负，就得懂点老江湖的玩法，至少得知道商战里那些不成文的规则。比如，狼为什么能吃羊？因为狼不讲道理，只讲结果。羊没资格评判对错，因为没人信输家的话。我们前面聊了太多硬核的东西，从富人的行动力到商场的残酷，再到心态的稳固，现在该把这些收一收，给你点实打实的干货，让你听完就能用得上。那位年入过亿的大哥最后跟我聊了点特别接地气的话。他说，不管你现在什么样，想翻身都得从这几件事开始抓。他又提了遍那句话，经济好的时候你没发财，现在经济差，你还指望发家，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？他说，这年头保住健康是第一步。你想想，身体垮了，赚再多钱有什么用？他说，少吃油腻的，少盐少油，尤其是年纪大了，别老想着大鱼大肉，多走走路，别老坐着，体重管住，好多病都是胖出来的。抽烟能戒就戒，喝酒悠着点，晚上12点前上床，别熬夜刷手机。他说，
你年轻时拿命换钱，老了拿钱换命，这账算不过来。我听完只点头，想想自己熬夜追剧的日子，还真得改改。好了，这一路聊下来，从富人的行动力到商场的无情，再到普通人的翻身路，大哥的每一句话都像根针，扎得我又疼又清醒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听完这些想干点什么？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